mission is to protect lives. 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海洛斯。首先，我们看海洛斯的被动，我们购买有法力值属性的装备，可以额外增加自己的生命上限。而统御圣盾是现在版本唯一有增加法力值的防装，直接让统御圣盾变成海洛斯的专属装备。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没魔了，就会变成用生命值来代替魔力消耗，所以有没有魔都无所谓，不用怕没魔发技能。再来一技能，按下去之后会加速，并且普攻可以晕人。但是要特别注意，如果我们晕下去之后，加速效果就没了。然后二技能是打开之后要自己关闭才会结束的范围伤害，敌人在范围内被弄到会缓速，还有减少攻速。如果持续被弄到，会越来越痛。再来大招，放条绿色的路让队友脑冲。那我们顺着走的话，移动速度会变超快。敌方在上面也会被缓速，自己在上面可以免疫缓速，并且还能回血。但是队友都没有这些效果，队友只负责脑冲。再来，我们看出装，我们海洛斯可以打游走位，也可以打野。游走的话，我推荐我第一排的出装，当然防装跟鞋子都是要看敌人的角色来决定出啥。打游走的话，徽记我推荐带坦克徽记，然后灵巧增加移动速度，中间野核之主或是间之躯。最后一个带无畏重击，增加续航能力。战场技能的话，则是每个都可以考虑的，只有增份跟降临是比较不适合人马。但我个人认为人马更适合拿来走打野位，尤其是多排时可以搭配阵容开场入侵敌方野区，会超级强势。就推荐我第二排的出装，打野鞋开场买完，立即优先把诅咒头盔的小剑炽热精华给出来。所有坦克类型的打野我都是建议这么出的，尤其是我们人马有非常多血，出诅咒头盔效益非常棒，然后就照着点到第5件就对了。出名课中是因为我们可以增加最多2600的血量，非常的多。魔攻对我们来说也有点用，最后一件可以看情况替换，也可以先出一些针对性的防装。打野的话，建议带通用回击，会回血回魔更好用，加攻击力砍野怪也更快。而且打野的话，前期不需要去消耗扛伤害，而是需要更快速的刷更多的野怪，所以少一点防御属性也没有关系。魔族克星跟震荡冲击也会让我们刷野怪刷得更快。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实战了。那这场的话是我单排的排位赛，但我个人是非常不建议单排用人马来打野的，尤其是路人都会觉得人马就给我乖乖去游走。像这一场的巴蒙就拼命的叫我去游走，但是我打死不让，了不起就是输而已。反正我对爬分现在也是没有任何的兴趣，而且我为了拍人马打野给大家看，我已经决定我们的游走位不管有没有跟上，我都直接来入侵敌方的蓝 buff 了。这一场的话，敌方是开红 buff， 那我们就把对面蓝 buff 打完，再回去收我们家的蓝 buff。猎杀的话，可以先不要用就不要用，因为我们待会很有可能在河道花那边打架，或是敌方来抢我的蓝 buff。那另外一种情况的话，则是敌方打野开蓝 buff， 那我们就可以等蓝 buff 的血量被敌方打野消耗到1半左右再进场，针对敌方打野英雄给上压力。如果有等级1更强势的游走位一起入侵的话，是几乎不可能抢输 buff 的。赛琳娜算是1级比较弱的，那我这边推荐比较强也很好搭配入侵的有安卓拉、希尔达、葛瑞克，还有上一期我介绍的卡加。那像这一场敌方是开红 buff， 我们的路线就是抢完蓝就回防自家的蓝 buff。那假设敌方一开始也是开蓝，我们又有前期强势游走位帮助的话，我们可以抢完第一个蓝 buff 后，甚至是可以再去抢敌方的红 buff 的，因为我们只要抢到 buff 都会有等级的优势，敌方打野很有可能还只有1级而已。哇，这边我们说着说着，我们的赛琳娜就送掉了。其实我们在选角的时候，全队都在吵架了，而且吵得非常凶。我们赛琳娜本来是想要打中路，结果被莉莉娅抢路。不过游戏开始，大家还是摸摸鼻子认真打，这点是非常欣慰的。好，那这边我们先回到战场，各位看，我是先把我的魔防鞋给出来的，因为这场的敌方控制实在是非常的多，有
有泰格，还有迪亚斯有缓速，还有阿尔法跟娜娜控制超级多，所以这一场我是等魔法鞋出完之后，我再来出诅咒头盔的小剑炽热精华，让我们打野的速度可以更快，而且炽热精华出了之后再来叠血量也是会增加伤害的。那这边抢乌龟只有我一个人在，那我也只能尝试看看。我们等乌龟的血量快要进入猎杀血线之前，丢出我的大招并开始脑冲，看到没有？那个迪亚斯被吓跑了，而且我的血非常多，就算敌方英雄把所有招都丢在我身上，也可能打不死我，因为我在我大招里面可是会回血的。我们人马大招丢出来就是一个气势，虽然刚才我的队友只有赛琳娜一个，但是看起来就像一堆人冲过去包夹敌人一样。那现在我们回来把蓝打完，迪亚斯应该是回去收他们的红，然后现在准备要去收蓝了，因为我们有抢到乌龟，等级经济都有优势，我就闪个敌方的蓝。我们的赛琳娜大发神威，晕到娜娜把她给秒掉，但是莉莉娅一脸就没有在看小地图，但没有关系，迪亚斯现在等级比我低，他的猎杀伤害比我小，而且他的血那么少还敢来嘞，我直接大招缓速他，迪亚斯只好交出他的位移，我一技能加速追，二技能再跟着烧，各位看到没有？因为我是打野位带通用灰技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蓝量也会很够用。在前期我们二技能的蓝量消耗没有那么大，也就意味着我们放技能不需要扣自己的血。这莉莉娅怎么还不走啊？我只好发个撤退灯让她撤退一下。那我这边看到这只小野怪，我猎杀也快回好了，当然也不可能放过它了。乌龟还很久才会出生，所以我把猎杀用掉没有问题。这边又看到队友对普罗迪有想法，我也是大招脑冲过来，看能不能把普罗迪给收掉，但凯莉似乎不太会呀。普罗迪甚至连瞬移都还没有交掉，我操，怎么连续2期的凯莉都这种的啊？好了，不管他了。那这边因为我们莉莉娅在草丛回城，所以我为了不害到她，没办法直接回去刷野怪，只好在这边让娜娜帮我抓个痒。那大家有没有看到呢？迪亚斯还在5级呢，他现在在这边的话，肯定也回不去收他自家的红了，因为乌龟已经准备要出生了，所以我也不刷蓝了，先把自家红区刷完，准备抢乌龟。那当然，我们在打完敌方单位之后，就要把二技能给关掉，要打下一个目标的时候再打开来。虽然说我也认为这是废话，不过还是讲一下吧，毕竟不是每个观众都会玩人马的。那现在我们红打完，就准备要来去抢乌龟了。但这边先注意一下小地图，娜娜已经没血了，而且还加速往后退，肯定是没有被动了。这边发现娜娜没有马上回家，我乌龟不打了，来决定硬上娜娜。迪亚斯现在还在收蓝，我们先把娜娜给做了，再回到我大招范围，可以加减回一点点血量，看准时机把蓝给抢了。那莉莉娅现在支援了过来，这边非常危险，幸好迪亚斯失误了。我搭配上莉莉娅的伤害，而且他们在我二技能里面待久了，受到的伤害也会比较痛。普罗迪还在追我，但是赛琳娜支援过来了，所以我不躲草了，出来让他追。赛琳娜也不负众望，晕到普罗迪，所以我这边也是赶快给队友发个打得不错，大家也都忘记在选角时的不愉快了。那现在敌方打野也才刚复活，我们就算没有猎杀，也应该还来得及杀乌龟的。而且其实敌人知道我们现在在打乌龟，很有可能会想办法来抢的，这样子迪亚斯就浪费更多时间了。所以我还是情不自禁把猎杀交在乌龟身上了，可是竟然是赛琳娜的，好吧，反正是我们的就好，然后再顺着水流回到自家的蓝区。这时候我原本是想要去敌方红 buff 区逛一下的，但是我看我们家巴蒙被欺负的非常惨，所以我决定来上路帮忙支援一下。赛琳娜也从后面包夹了过来，我这边就直接大招让巴蒙跟着我们一起脑冲。这边巴蒙竟然还有意识到他自己的血量不够这边帮助巴蒙减轻一些压力之后，我们就继续来清迪亚斯的红区。那这红 buff 为什么还在？我刚才已经有解释过了，但现在敌人全部都发疯了，我踩个箭头先来支援一下中路的会战。一技能打开可以加速，但其实我们不需要急着去把一技能给晕下去，我们只要在3秒之内按下我们的普攻键打在敌人身上，还是可以晕到敌人的。我们可以把控制交在敌方想要逃跑的时候，这样子效果会更好。那现在莉莉娅发了讯号说她想要拿蓝，那我就直接来拿红了。敌方等一下出来红蓝 buff 都没有了。红蓝 buff 在前期其实是扮演一个提供英雄经验的主要管道，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泰格瑞尔的等级，还有迪亚斯的等级的差距，对于英雄之间的强弱是非常明显的。每个英雄都有他的基本数值，升级也会提高自己的基本数值，光是这差距有时候比
比多一个大装备还要更加的明显。所以其实我现在是非常可以理解阿尔法的心情的。但是人马也有很明显的缺点，别看我现在好像很猛一样，我们只要失去等级优势，我就只剩乖乖在我方输出附近保护输出的功能而已。那现在这边是我怕我的队友脑冲，所以我的大招是往回放的，我并没有往前放。而且这样子的好处是，万一我真的扛不住的话，我也可以很顺利的往后逃跑。虽然敌人现在死了2个，但是我们状态也不好了，而且乌龟也出生了，所以我选择回来打乌龟。那打完乌龟，我再刷一轮自家的野怪，我血量应该就满了。那趁这边空档时间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敌人都很龟不出塔的，那我们人马其实是很难强制开战的，也很难像刺客一样抓后排。最好的方法应该是要让敌方的兵线稍微走出来，敌人他们才会走出来，我们才有办法去脑追他们，而不是像我这一场的队友硬要在高地前压塔，他们如果失误被强开一波的话，是会直接完蛋的。所以说我觉得我应该要介绍个英文单字让大家认识一下。当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看到队友打个字叫 freeze， 这意思就是让敌人把兵线推出来，我们不要再去推兵线的意思。我在以前不懂的时候还以为这是送头的意思呢，因为通常我们想要打这字的时候，队友已经死掉了，例如说像现在。不过我相信就算我刚才有打了这个字，这场的队友肯定也是以为我在骂他送头的，所以我当时并没有这么做，只是想告诉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以试试看跟队友沟通，或是队友发这个 freeze 的时候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之所以特别介绍这个字的原因，就是因为类似人马这种前期强势的英雄，缺点都非常明显，但只要我们拿到前期优势之后，都稳扎稳打，就强野怪、乌龟领主，不要跟敌人硬碰硬起冲突。对于路人局的话，原则上都是无解的。像这阿尔法就觉得受不了这种压力，自己冲出来送了。狠一点的话，就是连兵线都不要给敌人吃，只有在想推塔的时候才让兵线进去。但很可惜，路人是不可能配合这么做的，所以我也只能跟着把兵线疯狂的推进去，然后混时间，等领主出生了。这边抓到机会，敌方2个输出在下路，我来摸个2下高地塔，敌人可能会来抓我，也就代表我们中路的小兵可以走进去推个塔。不过其实高地塔在游戏的12分钟之前都是有个被动的，会直接把小兵炸掉，所以我们也很难把高地塔给推掉的。那现在我们也终于把时间拖到领主出生了，那我们就把野怪给收一下，然后来打领主。其实对于优势方来说，应该都要这么玩才对，我们可以一直利用经济差距和强化小兵，给敌方兵线压力，根本不需要跟敌人正面起冲突，只要敌人感到紧张，自然就会出来送了。例如说像现在，很自然的就能慢慢的把敌人的防御塔一只只的拔掉。这也是为什么比较高分的局，大部分流行的打野跟游走都是前期强视角的原因，而且双方的人头数也不会差太多。我也顺利的把娜娜的被动给打出来，哇，这塞琳娜一个火焰爆弹把娜娜给收了，看到没有？我现在是超坦的、超肉的那我这边也顺便跟大家讲一下，要怎么看英雄有多少血量。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血量是密密麻麻的格子，然后每5格会变成一个大格子，一个小格子就代表1000的血量，然后一个大格子就代表5000的血量，所以里面会有5个刻度。也就是说，像我满血的话是有14000左右的血量，然后这凯莉跟塞琳娜是5000出头，其实这个都是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而且我还没有满装呢，我这血量真是吓死人了。其实就人马来说，操作上是没有什么技巧的，更多的是一些观念上的东西。我在拍人马之前也是想了很久啊，到底要拍打野还是要拍游走呢？最后决定还是拍打野，因为游走的话其实有更多角色可以好选择的。只是说打野的话，在单排的时候很容易跟队友在选角的时候就吵架了，因为我都是单排来拍视频居多嘛。不过其实3排5排这个套路是非常多人在使用的，大家就参考参考就好。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我是小雨，感谢大家收看，我们就下期再见喽。